大家好，欢迎你们收看我这一期影片，是我你们的好朋友 Toby S。我最近在考虑，我下一次去台北的时候，要不要在那边开车。上次去的时候就感觉真的要开车的话，好像这个交通还蛮吓人的。所以在我做出决定之前，我要先研究一下台湾的交通法规，我比较一下看是否跟我们比利时这里一样。所以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下台湾的驾照笔试模拟考试，我准备 try 一下 ，wish me luck。OK， 笔试。所以我们可以选国语、台语、客语。我的台语并没有很好，基本上不太会，我也还没有学会。客语就更加不要说，但是我倒是蛮想体验一下，所以我们现在试试看台语啊。禁止行人通行，2停车才可开，3禁止任何。听懂一点点，然后我可以看水13。以禁止气缸总排气量550立方公分以上大型重型机车进入。2气缸总排气量550立方公分以上大型重型机车专用车道。3禁止自行车进入。Forget it， 有点太难了，用台语不行。那为了挑战一下，我看一下客语，我好像还没有听过客语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到底我能不能听懂。夜停车再开，2用路3慢行。客语还行啊，停车再开慢行，它还是有点接近普通话。夜车辆总重限制，2车辆最重限制，3车辆空中。空中对吧？还是能听得出一点。国土路线变化。太难了，太难了。今天也不是挑战语言的一期影片，所以我还是用国语吧。但是在我开始挑战之前，我要给你们介绍赞助这一期影片的赞助商 Surfshark VPN。可能有的人不知道 Surfshark VPN 是什么。Surfshark VPN 呢，它可以随时更改你的 IP 地址。为什么要改你的 IP 地址呢？那么我先给你们说一下我为什么用 Surfshark VPN。比如说前2天哈林庾澄庆出了一张新单曲 On My Way， 我一听这首歌很好听，听完这首歌我就发觉它其实是一个台湾电视剧的片尾曲，那么我就好奇了，想去看这个连续剧。问题就来了，我人在比利时，因为版权问题打不开。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打开 Surfshark VPN， 立马我就可以看这个叫《情爱坏蛋》的连续剧，而且不管我在哪里用什么设备都没问题，因为 Surfshark VPN 可以在无限数量的设备上安装。Surfshark VPN 在100多个国家有3200多台服务器，所以不管你在哪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服务器。现在使用我的优惠代码 Tobias 可以享受17折优惠，另外再送3个月免费使用。那我还是选国语吧，汽车类不通俗。OK, I probably need this。1高快速公路交流道名称，2地名里程，3高快速公路出口距离。我好像是3啊，出口好像以为是往南，对，不然它只是240，对吧？如果是1的话，应该就是240，它不会说什么靠南还是靠东啊什么的，我觉得是3。图中白色横向实线为1车辆停放线，2禁止超车线，3停止线。我觉得是1啊。1左道封闭，2右道封闭，3车辆改道。我觉得是3车辆改道啊，因为左道封闭右道封闭应该不是这个。1岔路，2夹桥，3狭路。我觉得是3狭路啊，你们觉得呢？我觉得是1停车处，2公园，3回转道。这个也挺简单的呀 ，P 嘛 parking， 所以是停车处啊。1右道封闭，2左道封闭，3车辆改道。我觉得这个才是左道封闭，所以你要往右开，对吧？左道封闭的话是2。1捷运车站，2铁路车站，3高速铁路车站。不太像捷运，又不太像高速铁路，不是高铁，那就是铁路车站吧。1圆环遵行方向，2分道，3单行道。这应该是1啊，这里我们也有，所以应该是这个。禁止回车。回车是什么？回车是不是掉头？如果是掉头的话呢，就是对的，我就打赌一下吧。充电警示灯。这好像不是充电警示灯吧？看上去也不是。路面颠簸。路面颠簸是对的啊。禁止停车。是对的。指示前面150公尺处之最右侧车道为慢速车爬坡之专用车道。这个我们好像这里没有，但是我觉得他讲的好像蛮有道理。虽然没写是最右的，但是按理论最右侧都是慢车道，所以
It should be correct. 适当的跟车距离为什么可以防止肇事？一，因为有摩擦力；二，有足够的反应时间与空间；三，有牵引力。应该是第二啊，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和空间。汽车装载危险物品行驶高速或快速公路时，应行驶一，内侧车道；二，外侧车道；三，内外侧车道均可，并禁止变换车道。哪一个是内，哪一个是外？我们都说左右，没有什么内外，内外都可以，但是不能变。我们好像只能右边，但是也不能变道，所以我认为可能是3，内外都可以，但是就不能变道。禁止停车路段及禁止时间为每日之一，上午7时至晚间8时；二，下午7时至上午8时；三，全天24小时。我觉得禁止停车路段应该就是全天24个小时。如果它有延长或者缩短，会有复牌会写。对，这应该是3。汽车驾驶人有下列何种情况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一、违规停车；二、未带驾照；三、在道路上蛇行。我觉得是3，因为违规停车没有那么严重吧？你说没有带驾照也没有那么严重，在道路上蛇行应该是最严重的，所以应该是3。在高速或快速公路行车：一、不得超速行驶，不得低速并行；二、可以超速行驶，但不得低速并行；三、不得超速行驶，却可以低速并行。我觉得是1啊，不能超速，也不能低速吧，因为在高速公路上你速度太慢也很危险。行车时应注意：一、路旁的店家；二、前方号志、标志指示及前车的行车动向；三、四周的风景。行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路边的商家怎么可能呢？你是要看路吧，四围的风景更加不要看，所以肯定是前方，肯定是要看路，然后就是你的前面发生什么，对吧？太安全，我感觉还挺简单的，我应该都能过，我觉得啊，至少到目前为止。把小孩留在车内，离座时应取下钥匙并上锁，时可远离车辆，但不可超过20分钟。当然不行，怎么可能把小孩放在车上，然后你走？不可能。领有学习驾驶证、学习道路驾驶时，应依交通标志、标线、号志及速限规定行驶，且应注意车前状况与两侧动态，随时采取必要之安全措施。Wait a minute， 这个好长，虽然我没有完全听懂，但是我觉得是准确的。I guess。汽车驾驶人拒绝接受酒精浓度测试之检定者，处新台币3万元罚锾。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这里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罚款肯定是要罚款，但是是不是3万台币不太确定，就说是正确吧。汽车之车门严重损坏已无法修复时，需申请报废。应该是啊，如果你的门坏了也不能修，那你车肯定报废了，因为不然太危险了。若因隧道内车道拥塞，可变换之较少车辆之车道行驶，以疏解车流量。我想说是对，但是不是你自己决定，应该是有警察在，他叫你从那边走可以，他没有写，所以我还是说不对。减少车辆不必要的负载，以减轻重量，可减少耗油。对的呀，你的车越重，你用的油肯定越多。启动引擎时，每次操作不可超过10秒钟，若无法启动，应等10秒钟后才可再启动，否则启动马达会受损。应该没有这种说法，不对。在高速行车状况下，驾驶人视觉与平时一样，没有一点影响。应该是有影响的。我们现在看看我有没有及格啊？不一定，好像有几个问题我不是特别确定，但是 let's see。哎呀，80分，很抱歉，不及格，80分就不及格。那有多少是及格？我们这里好像是82，看一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第一个是错了，我是写是3，高快速路出口距离，但是它应该是1。我也想到可能是1，但是因为我觉得上面写南东什么方向的话，我觉得是出口。OK， now I know。第二个也错了啊，第二个本来我做的是车辆平放线啊，是停止线。OK，good to know，good to know。第4道题也错了，我写的是12，好吧，还有什么？这个怎么是错的？可能是我没看懂，因为我看这个，然后我觉得他写的是对的，就是一个你在路上开车的话都是平的，突然有一个表高，它就有一个这个提醒
心理减速。第17个，我说的是3啊，内外侧刻都进科，应该是2，叫做外侧车道。我到现在没有懂内侧外侧是怎么一个分法，外是不是右？出去是往外，进去是内，所以按理论外应该是右边，所以右边是车道是吧？那就应该是对的。第18个也错了啊，上午7点到晚上8点，所以禁止停车的路段，只要你在早上7点前和晚上8点后都能停车吗？是这个样子吗？我们这里好像没有这种说法，除非它真的有个副牌，就是说啊，从几点到几点可以停车，或者几点到几点不能停车，不然它只要禁止停车的牌，它就是24个小时都不能停车。所以这个是跟我们这里的交通法规还是有一些区别。然后另外这个本来我说的是对的，但是不对，估计可能他罚款的不是3万台币，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要罚款。晚一点我去查一下。最后一个是39，我说是不对，但应该是对，好吧？所以40道题里面我错了11道题，所以我有80分。其实我觉得80分，如果我考试80分，我觉得挺好。当然你考驾照的笔试肯定是要最好是你考100分啊，因为这样你才会最安全。但是以我的学校考试的分数来说，80分对我来说是很好的。而且我相信很多是因为有的台湾的跟我们这里比利时的交通法规还是会有一些区别，或者完全没有去了解过。我是自己去做模拟考试，不管怎么说，我今天长见识了，学到了不少的东西。那么今天这期影片我们就拍到这儿。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别忘了给我点个订阅，然后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拜拜。